大家好，今天我想在这个线上和各位分享亲子关系我们是以佛教的观点，其实在亲子的这个因缘呢，在我们佛教而言呢，都是从过去生结来的。有些孩子是顺缘，有些孩子是逆缘。那这个顺缘与逆缘，当然是过去生中就已经引过来的。但是在此生呢，我们也可以用佛陀智慧的教育来引导我们的孩子，让有些不顺的缘也能够化解成为顺的缘啊。所以，因为亲子跟我们的因缘呢，就是过去生中结来的，到此生呢，我们就有这个血缘的关系。所以常常我们有一句话，儒家有说，叫易子而教。为什么要易子而教？它的含义其实在于，我们往往呢会很执着自己的孩子，因为这个孩子跟我们有血缘关系嘛，所以我们就很容易不是非常的客观去检视他的行为、思想、举止，总是呢往往会带着一种执爱的心、偏爱的心去偏袒他，这样子往往呢，其实就是会错失了很好的教育的一个时间段。有人说嘛，孩子的第一个老师就是父母亲。佛陀呢，他也有一个他自己的育儿经。有一个小故事是这样说，在佛陀的时代，他有一个在他还未出家之前呢，就已经有了一个儿子。那这个罗侯罗呢，是他的在王宫那时候生下的这个儿子。他这个儿子呢，后来呢因缘成熟，被佛陀度了，在僧团出家，成为一个小沙弥。那这个罗侯罗他有他很聪明的一面，但是呢，他也是有一些小心思例如说，他很喜欢逗弄别人。常常佛陀呢，如果是出去游化、度化人间，去跟一些人说法的时候，有人到精舍去找这个佛陀，那这罗侯罗呢，就会跟这个人说：佛陀呢，他是现在在河岸边、恒河岸边呢，去静坐修持了，所以你去那边找他吧。结果呢，这个人呢就听了罗侯罗这么说，他就真的跑去河岸边，但是也没看到佛陀一行人，所以很常都是这样子扑了空。要不就是佛陀在精舍，但是罗侯罗就跟人家说没有佛陀出去远行游化了。他的习气就是很喜欢去逗弄，看到这些人被他逗弄的这样子一无是处，然后被他逗弄的不知所措的时候呢，他就会很开心，哈哈大笑。所以佛陀已经知道了，他一直观察这个罗侯罗的整个行为举止，所以有一天因缘成熟了，他就把这个罗侯罗叫在他的面前，然后呢，他让罗侯罗呢准备一盆洗脚盆，里面盛着水，然后佛陀呢就把脚泡进去了。之后呢，他就跟罗侯罗开示说，这一个盆子的水你现在喝下去。罗侯罗很惊讶，他说，佛陀啊，这个水已经泡了脚了，都是脏的污秽的，我怎么可以把它当作干净的饮用水喝呢？那佛陀呢就跟他说，你常常呢喜欢到处跟人家戏弄轻言甚至打妄语，这个呢就像这一盆水本来是干净的，后来呢就变成污染了，
所以当然就是不能喝。那后来佛陀又指示了罗睺罗说：“好，那你现在把这个盆子里面的水倒干净。”那罗睺罗也照做了，他把水倒干净了。佛陀就跟他说：“你现在用这个盆子呢，去盛饭吃，好说，或者是你去做洗菜啊、洗米的这个用具。”罗睺罗又回答了佛陀说：“佛陀不行啊，这个已经泡过脚的是脏的呀，怎么可以拿来用成盛饭或是洗菜、洗米的器具呢？”所以佛陀又跟罗睺罗开示说：“你如果呢继续像这样子的个行为，人家呢就会瞧不起你，因为你言行不一，你不可以就是喜欢捉弄别人，而且到处喜欢说不实语、打妄语，所以当然你不会受到人家的恭敬跟敬重。”后来佛陀呢就随脚一踢，把这个洗脚盆踢到远处。他又问罗睺罗说：“我现在把这个竹盆踢走了，你觉得可惜吗？”罗睺罗说：“这个不过就是一个很粗的一个器皿，只是泡脚的嘛，没有什么值得可惜的。”那佛陀就跟他回答说：“对，如果呢你再不好好的自己的行为自重的话，人家不会珍惜你，也不会看重你，就像这个洗脚盆一样。”那罗睺罗听到佛陀这样子的一个循循开示，对他这样子善巧的说法，他非常的惭愧。他呢就跟佛陀说：“佛陀啊，我已经知错了，我不应该再像以往这样子的行径行为，我要好好的改过自新。”所以从这样的一个小故事，我们可以看得到说，佛陀对于弟子这个是他真正他自己的有血缘的儿子也是他的弟子之一。这样的一个教育，他对他的孩子的教育，不是一昧的顺从，而是呢要适时的引导，把他该改正的行为呢，就要把它讲得很明确出来，同时要告诉他说为什么理由你要去除这些恶习不好的习惯。这就是佛陀很有智慧而且又有慈悲的，他不是烂慈悲，他不是一昧的放纵，而是他是具有大智慧的善巧的引导。所以从这样的一个小故事而言，我们可以看得到说，我们佛教对于这个亲子的教育呢，其实呢应该要站在一种比较客观的角度不应该说因为他跟我有血缘至亲，我就一昧的去保护他、袒护他，不想要去把他的不好的部分揭露说出来，或是纠正他，让他不高兴。因为现在很多都是少子化，每个都是宝贝的掌上明珠，或者是就是人家说的小祖宗，大家所有人呢的关注关爱都是在这个孩子身上。其实呢，这常常会引发这个孩子的一个骄慢的心，一种心胸不够开放、包容，去接纳任何的想法跟别人对他的一个看法。因此呢，他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他的心呢就会越来越封闭，不够开放，不够有弹性。所以当他在人生未来在碰到挫折的时候，他就会一蹶不振，这是非常的危险的所以因此呢，我们应该要当机立断，现在当下就要把我们认知要好的行为规矩呢，我们就要给予孩子，而且是用很好的方式去引导他，去教育他不是一昧的很严厉的去责骂他因为
如果说你一直是严厉责骂他呢，他会心生畏惧，而且他会对你产生一种排拒、抗拒啊。所以应该要当做是一个很好的友伴吧。就是当孩子小的时候呢，就是要当是他的一个老师。当然，首先我们自己要有所身教啊，自己所作所言呢，都要让孩子能够觉得说，对，你就是我的老师，我应该要跟你看齐跟学习，不应该说你叫孩子要这么做，但是你自己却是走另外一个方向的话，这样的一个教育呢，终究呢最后是枉然的，是没有办法得到成效的啊，只是一种恶性循环而已。所以当孩子在年龄更大了一些，就应该要当作是他的一个朋友，去倾听他，聆听他的想法啊，不应该呢还像小的时候呢非常的控制他，应该呢就是要给予他一个空间，然后在这当中我们要适时的去引导他，让他喜欢跟我们分享，让他喜欢跟我们做朋友，这样子的关系呢才会是比较正常而且健康的发展。所以今天呢，我在这儿和各位分享佛陀是如何教育他的儿子罗侯罗在僧团里面，也希望呢在这个部分能给予各位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标杆或者说一种方法吧。那也祝福大家谢谢，希望我们下次见。